各位线上的所有的师兄师姐，大家晚安哈。然后接连的2个礼拜的新的分享啊，大部分都围绕在灵学的部分，包含公庙服务的时候有遇到一些神机跟神机啊，跟神机跟圣机，还有一些曾经遇过的所谓的灵性干扰我的好朋友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我想分享的是我自己在过去10几年当中第一次比较有系统来剖析我自己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会用主题叫做我想好好跟你说是跟我这条修行路是有关系的。那这个好好说什么呢？待会来跟各位慢慢的分享。首先我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过去几十年每次在公庙服务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时间会站在观世音菩萨的旁边聆听菩萨跟信众之间人神对话的精彩的一个内容。然后大部分的信众他们前来寻求这观世音菩萨指点迷津的问题大部分都是围绕了几件事情，包括事业包括他的运势或感情等等。然后慈悲的观世音菩萨当然会针对那问世的内容做不同的解决的方式，那也会按照个人个案的情况不同，给予信众不同的所谓的处方针跟药方。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自己大部分他们对话的结束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总是很语重心长的以他的一句的忠言你要我帮忙，但是你的个性也要改一改你不改我怎能帮得上你的忙各位从这句话里头其实是几乎容易听到的一句菩萨对一般信众在问世的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语送给这个信徒。但是各位想想看个性要改难道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吗？那我们今天会有所谓的个性，包含我们的习气等等其实是应该说算是就是累劫以来，在我们过去生过去世不断的投胎轮回所造成的所有的习惯跟个性。那到了这一世的时候，其实就呈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很多的因缘，很多的事情会发生都是跟我们这个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习性是有关系的然后提到别人的习性那我自己呢，那更不用讲了，也是问题重重。那所以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先来描述一下，来回顾一下，我大约在1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公庙去，然后第一次踏入这个庙的大殿里面，跟菩萨问世的过程，来跟各位做说明。这也是我第一次站在那个众人的面前很赤裸裸的将我内心的疑问，我记得是10多年前，那时候是晚上18点半的时候，会到宫里面去问世，是我的身体跟心理都饱受忧郁症所困扰在一位同行的引介之下，我开始跟观世音菩萨就是结缘。那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我报上我的姓名跟我的住址之后，然后这个时候现场默然，观世音菩萨缓缓的用很沉重的话跟我说你这一辈子劳碌奔波，但是你也很辛苦，做了很多事情你帮了好多人，你一生也帮助很多人，也同时也照顾好多人但是观世音菩萨这时候摇头了，他就说了，可惜可惜，为什么你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你没办法忍下那一口气呢？为什么总是在那个临界点的时候，你那个脾气一上来，结果呢，好事总是会变坏事，台湾会讲好事变歹事了你这个性要改一改，改一改认解改一下。你假如说你真的不愿意改，你让你这样的个性继续下去的话，你一生到头来的话白忙一场。以上的就是我第一次跟观世音菩萨的对话坦白说这一段对我来说算是很具有震撼性的一段话这对我这个初次踏入庙里面拜拜的小白兔我自称是步入那庙里面的小白兔
坦白说，我的心里真的是不是很舒服。我会想说，观世音菩萨怎么他根本不懂我啊？我那么善良我又那么乐于助人，他怎么不看看我的优点？优点也连一句话都不夸，却讲一些我的一些缺点啊？干嘛？你跟我作对啊？我是用一个很无知的态度来面对菩萨给我的一些解放。那在尔后的日子当中，我坦白说我自己依然很放肆的按照我的自己的个性叫做任意而为。菩萨的话我根本就没有把它当一回事情。那套一句话说，我是用我自己累世所累积的习气在过日子。那结果呢，各位想当然就知道说，一定是受伤累累啊，挫折不断。那我从我的事业的层面来说，我的一些习气影响到我的事业的问题，尤其是我在跟员工之间的所谓的雇主之间的关系来说，其实是很紧张的。那在事业上，我少年得志的我总是一副所谓的趾高气昂。我对员工虽然说会有一点傲气，但是我自己摸摸良心，我问我自己，我坦白说，我对我的员工照顾真的是无微不至。然后我对他们的所谓的福利我做到在这业界是第1名。但是纵然如此，我对他们的照顾，但是得不到所谓的好的回应。为什么？因为我总是在我的生气的时候，或者是我的员工他无意犯了错误的时候，我总是很容易的这个大发雷霆，然后做了一些非常情绪化的动作，然后员工对我的作为叫做又爱又恨。然后坦白说我们之间无形之中跟员工之间彼此的一个距离就筑起了一道一道的高墙。但是我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我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总是会悔恨不已所以这样的因果循环不断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重复上演。那另外一个在我的同业的相处部分我自己也是让我扪心自问，我也是一个很能包容别人的意见的人，然后甚至我也是一个很让利给别人的人。但是往往我们在双方在利益协调的上面的时候我自认为尽管我已经牺牲我自己的权益来成就众人的事情，那对方总是看得到我的外表，因为我的入木金刚的对话，或是有时候的气势趾高气扬的态度，让他们总是感受不到我的大气，那却被抹上所谓的暴怒阴晴不定的老板这是我在事业部分我的一些心理不堪的一面。那我在我的家庭上面我还是一样，我自认为我是一个蛮有福报的人，我有一个很爱我也很疼我的一个老婆但是从我年轻30几岁的时候，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总是晨昏颠倒。那我家庭的任何的问题，包括小孩子的教育问题，或者是所谓的家庭的任何的打理的事情，都是我太太一手在处理的。那虽然说赚钱是我最能满足这个家庭需求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但是在家庭生活上面长期都是我太太一个人扛起这样的一个教育功能，那承受这样的一个照顾的压力，再加上我的太太也是一名所谓的职业妇女，那如此的双重的压力都造成她的那种急躁的个性。最严重的是发生在我担任普朗的主任委员之后那个双方的冲突更加剧烈。尽管他也能体会到我经营公司的辛苦，但是他更恨我的是为什么我总是自不量力身体已经不行了身体已经不堪负荷了。那做了那么多的职业工作，却不愿意多花点心思在家庭上面，那却一天到晚往外跑。那古代人讲了一句话说，那吵架没有好话彼此我们两个彼此之间会因为情绪越讲越难听。
那连这种离婚啊，这种不理性的字眼，都经常在吵架中不断的被放大。那仔细想一想，这样的夫妻的关系是他错吗？是我错吗？认真的思考，其实双方都没有错，彼此都是深爱的，是因为彼此的沟通的问题产生了很大的严重的认知。直到那个2020年，就是大约在4年前，COVID-19 就是开始爆发的那一年，我们台湾也经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一个病情，但是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机就那么凑巧，就是今天2020年的1月19号那天，也是在这个时候，大约8点多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延寿街过世。然后我将我的父亲的后事料理完毕之后，一时间好像整个在我身上的肩膀那个重担忽然的松开了，那有一种好像放松的感觉。那几天之后呢，那个武汉肺炎就爆发了再接着就是疫情的扩大，然后全世界的封城封禁，那似乎这整个世界上一瞬间都停止了转动。那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我身上的一些职务就慢慢的在这样的一个转变当中，一个一个卸除掉。那我往昔很忙碌的，每天在外面打拼的一个工作，突然之间，我终于有时间能安安静静的回到我自己的办公桌前，安静的上班，也终于有时间每天晚上回家吃晚饭。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船终于回到了港湾所以说我真的别人也许在疫情当中是一个事业的一个坠落，但我来说，也许对我来说，我是人生的一个上升。然后这段时间在疫情的当中的时候，因为所有杂物都没有了我刚好很有时间可以好好的在 YouTube 上面开始有系统接触到佛法。我从心经、金刚经、法华经到圆觉经，都在这几年当中好好的有仔细的聆听也听了好多的师父有好多的志工朋友们讲的一些很好的一些这样的佛法我就有一种不知不觉当中就好像有一股隐藏的力量引导我走入佛的正知正见当中。那再一次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探索，我自己内观我自己的那种自己的内心的需求之后，那我终于明白了终于也突然之间领悟到10多年前观世音菩萨给我的提示这样的一个金玉良言我终于明白说原来我是在过去当中每一个历程当中，生命都让我在那个挫折痛苦当中让我历练，也同时让我得到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的经验。那慢慢的我才了解观音菩萨说我这一辈子的原来我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如何好好跟别人沟通，如何好好对待别人，如何好好的把话讲清楚那这是我这几年的体会。那这段时间呢我也很庆幸，因为刚好对心理学是有兴趣的，所以加入了好多的心理学的课程的一个培训。那所以说在紧接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就是我们要如何用我所学的话能跟别人分享。我觉得就是我今天我的主轴就是我将我在这段时间我的心路历程跟我的新的体悟来跟各位分享。我们要好好的跟人说话，我用比较简单的话来阐述我想要表现的。那首先我先谈一谈我们要怎么样的好好的运用所有的方式，让别人能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怀跟他的温柔的对待呢。所以说在讲这个话之前首先我要先请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跟你的家人呢关系是比较好，还是跟你的朋友的关系比较好呢？那你觉得你跟的家人另外一个问题要请教你一下，你觉得你跟家人比较好沟通，还是跟朋友同事沟通比较容易呢？我想各位听了我这段话的时候你们应该很相信，很多人都会深信家人其实跟我的伴侣
好像是我这辈子最牵挂的对象。怎么说？别人好像比较好沟通，自己家人好像是层层的阻碍，很难沟通，是吗？我想应该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往往家人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因为我们家人往往一开口就因为太熟了总认为说我的家人是无条件支持我，你应该懂我，你应该认识我，所以说有时候一开口就会互相的伤害。那对外人甚至比家人来得友善。可是家人是我们一辈子所必须经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我们要如何跟家人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对话，然后建立我们彼此之间很深度的连结关系呢？那有个心理学家他曾经做个研究，他们想知道当一个人他说出暧昧不明的话的时候，他比起陌生人，他的家人或者是他伴侣更懂他的真心含义呢？各位，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吗？我举个例子说，像是说，老公啊，你觉得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或者是他经常我们跟我的伴侣的话，经常会讲，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明明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没事的，没事的。我们是不是经常用这种话来跟我的伴侣讲话？你的伴侣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担心这件衣服不好看，或者是他很喜欢这件衣服，他想要听到你的赞美。但是同时有可能他讲这句话的目的是觉得说，你都没有关心我，你只在乎你顾着你滑手机，你也没有注意到我今天穿了这件新衣服。所以这样的暧昧的不话，就是我现在在呈现的就是这些所谓的暧昧不明的话。那另外一个暧昧不明的话就是我没事他讲没事的时候，他可能真的没事，或者是他真的有事但是他现在不想说。有时候更可能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希望你能陪他多说几句话。那各位，你听了上面的话的对话，是不是觉得很复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猜看看一件事情。那陌生人或者是亲密的伴侣哪一个人比较能猜中他们的心思？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就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进行一项实验就是陌生人，我们来猜看陌生人或是我们的亲密的家人伴侣，哪一个人，假如说我们讲了一句所谓的含糊不清的话，哪一个人比较能猜中他们的心思？那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那研究的学者让受测的人2个人一组，那其中一个人他负责他要说话一个人要负责听话。说话的人他要说一些暧昧不明的句子，那听的人要怎么样？他要想办法去解读对方的真实的心意。这个测验一下来以后，实验的结果发现听者猜中说话的人，他内心真实心意，他的几率竟然连一半都不到但是各位，接着有更有趣的一个现象就出来了陌生人常常会比较容易很快速的能猜出这个人他心中的意思。因此从这样的以上的一个所谓的实验里头我们是不是各位，我们是不是回想一下，你跟你的家人或是你伴侣互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经常猜不透他们内心他真正的想法？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从这样的实验也提醒我们，是不是我们的表达经常没有很清楚的传达出我们内心的心意但是因为对方是我们自己的最亲近的人，你就设想说对方他们应该懂我的意思了。但是对方却没有真正读出你真正的意思的时候，你还会生气觉得说对方你根本就不在乎我自己，你不够爱我，你不够在乎我，你不够爱我。其实我们尤其台湾人就是真的是很渴望被动尤其我们渴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需求
是自己的家人或是伴侣，他可以主动来对我们的关怀。但是各位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经验跟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教育的经验里头，我们真的是没有那个能力，甚至我们没有那个习惯把它说清楚。那别人在这种情况要懂我们真的很难啊。就像我刚刚分析那些心理的学者他们的实验，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假如说你是实验者，你发现你有超过一半的几率会犯错，而且你根本就猜不中他那个说话者的心思，你会不会觉得很挫折啊？如果这不是实验设计的话，假如说这是你每天在你家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的话，你经常要去猜你家人的想法，猜对方的想法，还要担心我们有没有猜中他对方，然后还要担心他对方会不会生气。长期以来，各位你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是不是很累？而且双方坦白说也没有非常充足的所谓的信任感跟安全感，而且一直没有交集。这样没有交集下去的，在我们台湾的传统社会会经常的很容易发生如此的这样的一个没有安全感。我们谈何容易要建立所谓的家庭和谐、家庭紧密那种亲情的关系啊。那说了那么多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心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所谓的一个心理层态。那我们如何彼此能打破这样的困境，然后建立我们彼此之间那种所谓的深度关系呢？下面我就提出几个我在心理学上课的几个一个解决方式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所谓的心口不一那下面有几种所谓的心口不一，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参考一下第一种，有一种叫做也是一样所谓暧昧不明的对话我举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假设哪一天突然之间我们任何人突然之间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那我想说我要一展我的手艺，我想好好的做顿饭给我的家人吃。那我就忙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的时候，坦白说，我的内心很期盼我可以得到我的家人的赞赏鼓励。但是很麻烦，就是假如说我希望我得到别人的赞赏其实我可以说我辛苦了一天各位，我不管我做的好不好，我真的觉得你们应该给我鼓励一下，我真的很辛苦，我很用心把这顿饭做完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说法，可以让我们的家人他知道你的需求以后，很快速的会给你一个赞美，给你按个赞。但是往往我们台湾人甚至我们附近周遭的朋友都不愿意这样讲，他总是怎么说呢？用反话用讲得不清不楚，说我今天这个餐会做得很难吃吗？你要试看一下你先吃，然后跟我说他这句话是不是好像暗示对方说你对我的菜要评价好不好吃？比较白目的人不用多思考，一句话都蹦出去，真的很咸呢，你也应该煮淡一点各位，当你辛苦了老半天，这句话一出去的话，是不是你会受伤累累呢？而且会听了以后会觉得很挫折，连一句话都得不到所谓的鼓励。那这时候你想想看，这时候煮饭的主角一定的马上就怎么样，会陷入低潮，然后开始不说话，心情这个不好的时候就不说话，就是不说话。那你的家人这时候感觉到好怪怪的就开始主动的关心你说，你怎么了？爸爸妈妈你怎么样？你怎么不说话？可是麻烦的是我们台湾人又下面的一句话又让了关系又变得瞬间冷掉了他说没事啊，没事没事才是有事情那这样的暧昧不清，不把话表达清楚的说话方式，就很容易让我们的关系彼此之间关系变得非常非常的辛苦。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讲酸话，最常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例子，就是父母亲对小孩子的关怀。那有些父母亲看到孩子穿得很少，就会大骂你穿那么少，你想去死
啊，像人死啊，你不传情人死算了。可是各位一定很清楚，这个父母亲其实他真的不是要去讲那些不好听的话，他就真的就是担心孩子着凉嘛。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这份爱完整的传达给小孩子，反而是让对方听到的是觉得非常不舒服。我的父母亲怎么讲出那种那么难听的话，让他觉得受伤？这是第一个我要分享的例子。第二个分享的例子是我一个朋友在做心灵在諮商的时候，他跟我讲的。他说他长期在高雄工作啊，剩下妈妈一个人在台北生活。但是他因为一个工作的关系，他真的很辛苦，然后没办法经常的回到台北。那妈妈有次就他回到台北的时候，就突然很情绪，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呀，每次放假叫你回来。”你就说你一下说怎么工作忙，一下子事业忙，一下那边去，你都没有把我摆在心里面。你啊，哪一天我死了以后，你连我的葬礼都没有空参加。真的不好听的话，我这位朋友听了，他心里面很难过。他不懂他的妈妈为什么要把这个话说那么难听，然后触眉头的话也要讲得满嘴这样讲得那么流利。但是他没有生气。我这朋友他很具有很高的心理素质，他知道他能理解他妈妈这样的一个对他关怀的意思。这句话也懂，真的就是他妈妈很想他希望他多回家陪他。一句很简单的话，我想要你，我要爱你，我想你，我希望你在我的旁边多一点时间。结果一句话这样转换成所谓的双话反话，让小孩子跟之间都造成了彼此间的伤痕，那真的非常的不值得。这上面的两大问题是我观察到，我也在学习当中，我看到我们台湾人本身在跟人之间沟通，这两种的行为的模式是造成彼此间关系越来越远的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日常生活当中都听得到。那我们该怎么改变呢？该怎么样自己去做这样的一个转换呢？那我把它认为说，其实这个就是习气的一种。那习气，如同我一开始所说的，它是累世累劫所形成，它也是所形成一个习惯。那你说要改变，绝对不是一天两天它是长期来所累积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下面是跟我们真言我在真言学习到是有关联的。那我们可以透过所谓的觉察力跟学习力，一步一步的改变。怎么样？就是我们这样的习气，其实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纵然你很有觉知，说我不应该做，不该做，但是就是在突然之间、不时之间当中会蹦出来。当你蹦出来的时候，没关系，我想每个人都会犯错。你跟自己讲说，我又犯错，在犯错的同时，事后我觉得你一定要赶快找个时间点，找个安静的地方忏悔，然后检讨一下自己，说为什么我又开始这样子。然后紧接着是透过不断的静心清理，那同时也要觉知，问问自己问问自己的小我，也同时跟自己对话，跟自己和解。然后目的是怎么样？透过层层的觉知力，让看到自己心里面的脆弱、害怕、担心。因为所有心理层面的问题，很多我们回到内心那一块，很多是内心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很多内心那个孤单、害怕所形成的层层的困扰，把枷锁把它捆固在一起的。那也同时我们要问问自己，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的一个心灵状态之后，一次两次跟自己和解，然后慢慢的自信心就会建立出来，提醒自己，不断的提醒。第二个，同时就是要聆听自己感受跟思考。假如说而后当我不断透过这样觉察力这样关照力之后，我回到我自己的心里面一点，然后同时要不断的演练。假设说哪一天我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回答？会心口一致。我怎么样去回应对方的一句话？
对方不管是对方对我的一个不好听的话，或所谓的伤害我的话，甚至对方一句话到我这边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我的心跟口一致的方式来回应对方？我清楚地表达我自己的想法之后，我想随着时间的一天一天的改变，不断的尽心清理这样的情况，我想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把这样的习气它改掉。以上就是从我自己的修行的路上的一些习气，然后慢慢转到我建议各位的的方式。然后今天没有提到灵学也没有提到所谓的佛法只是希望各位在我今天的讲说当中，各位有一点点收获。那我今天就很开心讲到这边，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加分享。